常常人家问我说，这个中国文物啊，收藏什么？我说你不要收，都是假的，这是铺天盖地的大规模的这个诈骗行为。有的人为什么容易受骗？人受骗啊，基本上他缺两样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曹新成，这位是我的 AI 小帮手，我叫他阿叶，因为他喜欢戴个这个荷叶帽。阿叶啊，我们今天来谈谈诈骗这个主题好不好？谈诈骗我喜欢， AI 的诈骗能力还比不上人类，所以我想学诈骗。想学诈骗了？好，我先跟你讲一个故事。以前呢，比方说70年前，城乡差距很大。那么有一个乡下人呢，第一次跑到城里面，看到很多大厦，很兴奋，东看西看。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城里人跑过来跟他说啊，我们这些城里的房子啊，都花很多钱盖的，你看要给钱的。那个乡下人说，那怎么给啊？他说你看一栋要给10块钱，你看过几栋？那么乡下人说，我看过7栋，城里人就收了他70块。那么这个乡下人回家以后啊，就跟他的这个街坊邻居讲说啊，城里人很笨的，我给他70块，其实我看了20-30栋。阿叶，你听了这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乡下人不好，他不应该骗城里人。所以阿叶你太老实了，你在诈骗方面啊，你还要多学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言归正传。台湾是社会啊，现在确实是诈骗问题挺严重的。你看这个2022年呢，全国民众被诈骗的金额啊，据报道是超过60亿。然后过去5年呢，合起来超过240亿。这种诈骗的花样很多啊，包括这个投资诈骗啊、网购啊、求职啊，还有分期付款啊，这些诈骗等等啊。就这分期付款诈骗是什么，我都搞不太清楚。行政院呢，这个有鉴于此去年推出了一个这个叫做新世代打诈行动纲领。然后希望透过跨部会的合作，来共同打击诈欺。这个2023年5月呢，行政院又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说这个2022年这个打假行动方案呢，收到成果了，减少了很多这个诈骗。所以现在把这个打诈行动啊升级，出现了这个1.5版。那么行政院这个记者招待会呢，当然希望说，大家对于行政院的努力啊给予肯定。不过呢，这个反对党的这个报纸啊，去捣蛋，他们就找这个基层检察官说请他们说说看法。当然有的基层检察官呢，当然不具名的了，他就讲说，我们现在都忙死了那么现在这个每次一个什么新的行动方案出来，就叫我们去做，工作量增加。可是呢，人钱都没有增加，所以根本推不动。所以基层检察官呢就讲说，这个打假行动纲领啊是国家级诈骗。我说这很严重啊，这个行政院居然变成国家级诈骗了那么这个问题啊，如果行政院没处理好啊，确实会影响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。所以我们其实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防止诈骗呢，政府当然有责任，不过其实我们自己啊，也要懂得怎么样防止诈骗。这就好像说那个冠状病毒来了，当然政府要做很多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自己也要防疫啊，那我们要戴口罩啊，我们勤洗手啊，人多的地方少去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完全不设防，那么当然那个政府即使努力，收效也不大。所以我们今天啊要谈谈，就是说，有的人为什么容易受骗？人受骗啊，基本上他缺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一个就是常识，另外一个就是逻辑推理的能力。那么我们又要再问问阿叶了，阿叶，什么叫常识？常识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知识，只要有生活经验就懂。学校觉得不必教也懒得教。逻辑是一种工具，
如放大镜，帮我们看清一个陈述合不合理。照阿叶这个定义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有学识啊，不见得有常识。那么通常我们可以看到，很多这个大学教授啊，或者国外的这个留学回来啊，博士啊什么，讲话常常很离谱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缺乏常识。那么他为什么缺乏常识呢？因为他过去这个求学的过程啊，太功利，追求成绩好，追求这个升学啊，可以到名校。名校毕业以后，还可以到国外一流大学去继续攻读。那么他就在一个很狭窄的、单纯的环境里面啊，没有跟生活有接触啊，所以很多人啊严重欠缺常识。那么如果我们比方说不要那么功利啊，我们平常在念书之外，我们要多旅游，多做些闲事啊，看些闲书，或者这个看比方说小说啊、电影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解啊，我们常识就够。那么在这个古董文物收藏方面啊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。那么我过去当然也相当长时间呢，收集这个古董文物。那么有人说我是一个大收藏家，当然有人不信，说他收藏比我多，比我大啊。不过呢，在2017年10月，我拿了一个我收藏的这个北宋的这个汝窑的璽子啊，笔璽啊，去拍卖，结果呢卖了2.6亿港币，在11.5亿台币啊。这下很多人说啊，这个人大概真的大收藏家，能够这个卖个瓷器，打破世界瓷器拍卖记录。这个瓷器创造了天价以后啊，就很多人就说啊，我也有汝窑，而且呢还很多，有人收了一屋子汝窑，你就问他，你这个汝窑是真的假的啊？他说当然是真的啊。那这个中间就涉及了2个问题，一个常识，世界上现在存世的汝窑啊，顶多算了，大概不超过80件，大部分其实已经在博物馆里面了。所以民间的这个手上有的汝窑，就是非常少啊。所以一个人出现就说我有一堆汝窑，那当然这个啊，你想他这个常识性这是不太可能嘛。而另外一个逻辑性就是说，假如汝窑不是这么稀有的话，怎么可能我那汝窑卖到10几亿台币呢？啊，因为它稀有嘛。假如是到处人家都有汝窑，那这怎么可能值钱呢？所以这是逻辑加常识的问题。不过呢，太多人这个买这个中国古董啊受骗了，而且呢受骗的话，你会发觉啊，它有这个3个程序，就是第一阶段他被人骗了以后呢，自己骗自己，然后呢就跑去骗别人，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？就是有些人这个刚开始买的时候被人骗，收了很多，但你跟他说你这个是假的，他承受不起。他已经投资太多的这个金钱啊、精力啊，而且也在外面吹了太多牛，叫他承认假的，承受不起，所以最后开始自己骗自己，说我这就是对的，别人说的假，他不懂，讲了理直气壮以后，就跑去到处骗别人，出书啊，印得漂漂亮亮，里面都假的，这种情形是蛮多。大家晓得这个中国做古董骗人啊，这是铺天盖地的。规模非常庞大。那我们再请这个阿叶啊，你跟我们讲讲这个中国文物作假的这个情形啊。2012年3月，中国雅昌艺术网站公布了一份中国文物造假版图，列出了各种文物在各地造假泛滥的现象。该网站指出，中国亿万农民大军是主要的作假者，与做旧大师、古玩交易商、收藏家及拍卖行组成了产业链。中国8000万到1亿个普通收藏家是被害者，还有无数的赝品流到海外。2023年5月，中国网易新闻报道，河南烟云建村有位七旬老汉带全村造假，2020年进账1.6亿，警察说不犯法。所以收到假货的人啊，他这个第一个错误就是说，他不相信假货有这么泛滥，他以为这个造假不过是
少数的偶发的这个事件，其实不是，这是铺天盖地的大规模的这个诈骗行为。所以在这种诈骗行为当中呢，有些人就很天真，他说在这么多假货当中啊，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什么真的，这叫捡漏啊，就是捡到做假的人的漏洞。可是这捡漏它也不合逻辑啊，这做假的人啊，他这个整个流通的管道都是假的，怎么中间会可能有真的呢？就好像有人说啊，我去买1万包香烟，中间说不定有包香烟里面可以找到价值非常昂贵的毒品。各位想想看，有这可能吗？对啊，所以造假人就是第一个没有常识啊，第二他欠缺逻辑。那么造假的人啊，这么铺天盖地，就不能揭穿他吗？这个就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被骗的人啊，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他东西是假的，这是最大的阻碍。人家请我去看东西真假，我也不敢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了，不见他能接受，而且你变得非常讨厌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，人家比方请你去吃饭，5代同堂，结果你在那边东看西看，你说，奇怪，你们家很奇怪啊，怎么爸爸不像爷爷，儿子不像爸爸？你们是不是应该做点 DNA 啊？你看这样子多讨厌，马上被人轰出去，是吧？所以啊，看到人收假的东西啊，你还不能讲，不能讲的话，那么当然慢慢他们这个势力很大了，没有人讲它是假的，到处讲是真的，而且势力庞大，还准备成一个国宝帮，要把这个假的送到大学，送到博物馆去让大家看，说这是真的。用假的不但是想乱真，还用假的来教育这个大众，就把这个当成真的了，这是很可怕啊！假货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收真的呢，他不愿意跟别人讲说怎么样辨别真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去讲怎么样看假，结果呢，你帮到最大的人是谁呢？你帮做假的人，他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做假还有这个毛病，所以被人看出来。你说怎么看这个假？他马上去改进去了，所以你还不能讲怎么样辨别真假。那最后怎么办？你收假的收假的，收真收中的，大家这个井水不犯河界啊，大家形成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现在如果常常人家问我说，这个中国文物啊，收藏什么，我说你不要收，都是假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来收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当代的创作呢？现在台湾很多这个很有这个创意、非常好的这个艺术家，我们要来支持他们收藏他。比方说这个阿叶作者叫吴家贝，我觉得他这个创作是非常好。我们多来收藏本土的，一方面不会被骗，一方面这个又可以跟艺术品作伴，增加生活的乐趣。还有更重要一点，台湾本体艺术作品啊太便宜了，所以你去中国被骗一个古董啊，你可以买100-200件台湾的本土很好的艺术品。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对我们本土艺术要多支持，好吧？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